马斯克在推特上引用一首中文诗，究竟表达了什么含义？为何说如今美国处于非常危险的时刻？美国会走向内战吗？在11月2号，世界首富特斯拉与太空探索公司 CEO 埃隆·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了一首中文诗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一时间，全世界似乎都陷入一种疯狂，各国网友都试图翻译这到底是什么惊喜，只有中国人笑而不语。在中国，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，名为《七步诗》，出自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。而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，曹植的这首诗是写给自己的哥哥曹丕。据传，他们的父亲曹操当初偏爱自己的小儿子曹植，欲将魏王之位传给弟弟曹植，这引起了哥哥曹丕极大恐慌。后来曹丕上位，并且迫使汉献帝退位，自己当了皇帝。但是对于与自己争位的曹植耿耿于怀。一天，曹丕将曹植传唤于宫殿中，要求曹植7步之内做出一首诗，不然就将其处死。而曹植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了这首7步诗。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同母的兄弟，但如今豆萁却要在锅下燃烧以煮沸豆子，这也暗示着兄弟相残。其实道理还是浅显易懂，但为何马斯克要引用这首诗呢？还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，马斯克将这首诗题为 Humankind， 也就是人类的意思。为何人类会与7步诗相关联？如果了解美国最近发生的事儿，其实不难理解。就在引用7步诗的几天前，特斯拉发布多篇推文，抨击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亿万富翁所得税。该税提议对大约700名拥有10亿美元财富或连续3年年收入达到1亿美元的美国人，每年征收高额税收。作为世界首富的马斯克也必然受到影响。据估算，一旦这项法案通过，马斯克可能将在未来5年内被征收500亿美元富豪税。马斯克在推特上直言：“我计划是用这笔钱让人类登上火星，保存认知之光。”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，马斯克已经把人类登上火星与亿万富翁所得税关联到了一起，可见其7步诗也是影射这个含义。亿万富翁所得税的提出，其实也是在响应今年4月份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富人税。据获悉，当时富人税的消息一出，美国股市立即跳水。但即便如此，拜登政府也认为富人税不得不收了。在疫情冲击下，失业率高增，底层百姓穷成鬼，没有水可刮了，自然加不了税，那就只能拿富人开刀了。给富人加税的逻辑便是从富人手中收上来的钱补贴给穷人，然后穷人再去买富人企业生产的商品，从而形成完美的闭环。通过给有钱人加税来平衡社会贫富差距，这样的做法其实无可厚非，很多国家也都这么做。但是计划是一方面，能否执行后达到预期是另一方面。因为如今的美国已经不是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了。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，美国社会陷入大萧条。随后，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展新政，调动国家机制干预市场经济危机。当时全美危机显而易见，无论穷富都愿意相信威望极高的罗斯福总统，这也使得新政能很好的推行下去。可如今时代变了，且不论如今的拜登支持率持续走低，根本没有当年罗斯福的威望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的美国的国家干预经济，难以撼动自由市场体制，甚至如今的政策都在为合法偷税开绿灯。在私营体制成为美国绝对的金科玉律下，政治对资本的制约已经无限弱化。政府要收富人税，富人会想办法偷税漏税。而且别忘了，在私营经济大行其道的美国，其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很大部分都是私人企业提供的。有句话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美国富人阶级在损失更多收入后，想到的必然不是与穷人共同富裕，而是想办法从穷人身上刮更多的油水。就像当年资本家会把牛奶倒入河里，而不是分给穷人的逻辑一样。反正穷人的衣食住行都是大企业说的算，到时给富人交税，富人可能会加倍转嫁到穷人身上。理解了再看马斯克喊出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似乎更加能明白马斯克想表达的意思了。美国政府与富人本就是一体，而富人与穷人又关系紧密，所谓一损俱损。
不过，在过去几十年中，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隔一段时间都会爆发。怎么过去美国形势没有如此严峻过？二战后，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，将美国与黄金挂钩，后来又将美国与石油挂钩，让美元成为硬通货。在过去金融危机的时候，美国政府大肆抛售美债，银行疯狂印钱，将经济危机的压力转嫁给全球。美国倒霉，全世界背锅。靠着这样的模式，美国也能一次次安稳度过经济危机。然而，这种模式到如今却有些办不下去了。自从2020年疫情在全球大爆发以来，美国一跃成为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。过去的一些弊病也集中爆发。而在经济方面，美股3次历史性大熔断。如今，美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，累计欠款达到30万亿美元。现在只能靠借新债来还旧债，来延缓暴雷的时间。那这种情况下，美国政府只能去创造新的收入点，来补贴难以愈合的债务窗口。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给富人加税。尽管这种方式就像饮鸩止渴，但总比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强。但马斯克认为，这种政策只会让美国未来陷入困境，更不用说未来美国的登陆火星计划能否推行下去了。此外，造成这一切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，那就是中国。近些年来，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，一跃成为世界的代工厂，而美欧将大量工厂转移到中国。但随着中美关系急剧恶化，尤其是2018年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行贸易战，中国为了应对美国的挑战，开始启动产业升级，对工业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升，不仅开始涉足长期以来被美国把持的高新科技领域，而且还在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已经不想为美国因产能过剩而制造的通货膨胀背锅了。冷战时期，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，在应对经济危机时也显得游刃有余。但随着美国将大量产业转移，将金融作为立国之本，如今最大制造国的名号已经落在中国头上。只要中国选择不接手美国的烫手山芋，那么美国的危机始终是会尾大不掉。但是危机无法回避，美国又将如何解决呢？有专家给出了推测：内战。近日，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·佩雷斯莱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美国如今的模式很可能将会走向内战。佩雷斯莱金认为，在全球危机的驱使下，一切都变为可能。美国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，全球性的疫情将美国的软肋彻底暴露无遗。而美国人的软肋，那就是缺乏工业造血能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美国同样也陷入100年前南北战争时的情况，各阶级矛盾开始凸显，他们无法打败外部对手，那就只能靠自我进化来维持活力了。于是，内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